來到嘉義新港奉天宮，除了拜媽祖之外，許多人其實是衝着廟口美食而來。這裡有不少經營多年的老店，也有網絡上討論度很高的人氣小吃。不過這些美食真的有這麼厲害嗎？今天就來吃爆4間，看看哪些值得推薦，哪些可能沒有想象中驚豔。大家好，我是小石頭，今天來到嘉義新港奉天宮這邊。我本來想說要先去拜個拜，可是我覺得，我肚子好餓哦。我們可不可以先去吃美食啊？今天要吃哪幾家美食呢？跟着我去吧，走。首先，第一間先來吃很有名的新港鴨肉羹。這間評論7900多塊8000，哇！衝着這個評論，小石頭一定要來吃吃看的啦。然後它這邊呢非常的有名，假日一定會排隊。我呢就挑禮拜一過來吃，因為我不喜歡大排長龍。那現在天氣又好熱，然後這個一碗50塊。我看一下它的料，滿滿的筍絲，然後這個鴨肉也給的很多，是很大片的那一種。它這個鴨肉羹呢是用大火去炒的，因為我剛剛旁邊看一下他們的廚房，一直炒，一直炒，一直炒，感覺好像很厲害，勾芡的還蠻多的，勾勾的哦，試試看吧。它的湯喝上去甜甜的，我覺得甜的比例比較多。然後我刚刚還有吃到它的筍絲，鴨肉還蠻嫩的，我蠻喜歡的。筍絲的話就是會有一點脆脆的、甜甜的，它搭配這個鴨肉還蠻清爽的它的鴨肉有那種有點臭味道一點點，這一碗很好吃而且它鴨肉好大一片，吃起來挺帶勁的。然後外帶的客人啊，他們都是那種5包10包的買，不然就是他一碗這樣50塊，其實我覺得蠻便宜的。它肉給的很多，料也很多，重點是好好吃哦。湯頭很鮮甜，它就是有放筍子下去，所以就是筍子的那種自然甜味會融入到湯裡面。一般來說啊，我對食物倒是蠻挑的，不過這個鴨肉羹，我覺得很可以嘞。然後它這間就只有賣這個鴨肉羹，它也沒說怎麼有賣飯啊、麵啊，就是加在一起，它就只有單純賣鴨肉羹這個品項。它這家店呢，營業也是大概有60年的，就是代代相傳的這樣子。對，那它的店的外觀呢，就是比較陽春一點，它沒有特別的裝潢。再來就是這家店還有做冷凍宅配包，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就是有一包一包的，它的宅配生意也是下叫很旺的哦。接下来吃吃看肉粽。肉粽的話是鴨肉羹旁邊肉粽攤賣的，有40塊跟45塊，差5塊的差別就在於一個有加栗子，一個沒有加。那我就是加了栗子。這邊的話呢，你可以坐在鴨肉羹這邊點一碗鴨肉羹，然後再去旁邊買一個肉粽，你就可以坐在這邊好好的享受那個一組的套餐。對，他们在地人說他們這樣子套餐。好，那我們來吃吃看吧。它看起來就是南部粽，南部粽的話就是那個米糯爛爛的，北部粽的話飯就是粒粒分明。吃一口看看，它的米呀爛爛的，然後味道的話就是鹹鹹的，它沒有什麼甜度，就是比較偏鹹的那種肉粽。裡面還有豬肉，還吃得到蝦米的香氣。但口味的部分，我覺得就是普通啦，中規中矩。因為南部這邊粽子40塊、45塊很便宜，北部粽子90塊、100塊都有，這邊很便宜耶。這個粽子的感覺就是覺得應該是吃粗飽而已啦。鴨肉羹的口味會比較突出一點。還有一個我要說的就是，他剛給我的時候下面有加醬汁，那個醬汁我覺得有一點鹹，那粽子本身就有一點鹹度，再加上那個醬汁就有一點鹹上加鹹的感覺。對，這個會比較再鹹一點。
我點了臭酸麵跟達米糕各35元，所以這樣只要70元，啊，好便宜呀！我們先來吃它的臭酸麵吧。好像有點超神啊！哦，為什麼叫臭酸麵？因為它加了黑醋，在地人都稱為臭酸麵。它有油蔥酥，還有青鬆，看起來就是南部的那種意麵。究竟這碗臭酸麵到底好不好吃呢？我們來吃吃看吧。我剛刚已經把它拌均勻了啦，真的是超深的味耶！它的麵條很 Q， 麵吃起來就是黑醋，有點微微酸酸的。不過這也是蠻清爽的嘞。再來吃一口。其實我覺得還蠻好吃的呢，真的不臭屁的。当然聞起來真的是有一股酸味，可是它吃起來好好吃哦，酸酸的，很清爽，搭配麵還蠻適合的呢。一般不是有賣什麼烏醋乾麵嗎？對，就是有點像那樣的感覺。還有吃到油蔥酥的香氣，蠻刷嘴的哦，其實還不錯真的。夏天吃還蠻清爽的哦，還不錯。因為南部天氣就很熱，它今天外面都35度了吧？這意麵吃起來有點像那種泡麵的口感，可是它又不是泡麵，它就是意面 ，Q 的，很有彈性，也軟軟的。它也蠻好吞的。有些麵會蠻硬的，這不會，35塊。很便宜耶！接下來吃它的達米糕。我想說點一個麵，那就來點一個飯。可是它這邊又沒有賣飯，那不然我們就點一個米糕來企劃買呀，好不好？它的米糕35塊，小小的一個，上面還有肉末，然後下面是醬汁，糯米軟軟的，跟剛剛吃的那種肉粽的米有點像。希望它這一間會比那個肉粽還好吃哦。那我們來吃吃看吧。哇！好香哦！它的那個蝦米的味道很重各位啊，我驚為天人，這達米糕好好吃哦！它的米夠軟爛，再來哇，豬肉香氣跟蝦米配在一起超搭，而且那個醬油鹹甜的，很好吃目前我吃過還蠻好吃的達米糕味道跟那些口感真的還蠻不錯的它的肉都是瘦肉，也處理得很好。重點是它的米呀，軟爛的，很好吃，而且它的味道都很夠，調味的也剛剛好。它配上這個豬肉，它豬肉很軟爛，咬下去的話咀嚼一下它就會化開，就軟嫩的，而且很香，好吃。它這間也有加油蔥酥、蝦米，還有這個豬肉這3個配在一起，簡直是達米糕的3兄弟啦。再來就是它這邊的價錢，有沒有看到菜單？那個菜單都是銅板價我還很喜歡它生的醬汁，鹹甜的。南部的達米糕都那麼好吃嗎？因為我之前在北部沒有吃過那麼好吃的達米糕，看我吃的津津有味，就知道這個有多好吃了。肚子填飽差不多了，我們來拜拜吧。這邊金港奉天宮可是嘉義很有名的廟，除了香火鼎盛之外，這個太陽也很鼎盛。這次我们来吃蒸餃，這家叫做城市姐妹蒸餃平常日來不用特別排隊，假日來這邊排到爆，好不好？尤其現在又這麼熱，對不對？好，蒸餃一籠8顆，有沒有？好的，我們先吃吃看原味吧。我們加一些薑絲上去好了。我覺得沒什麼味道，我們沾個醬好不好？就是很一般的那種。就那種餃子的味道，我們3個醬提升一點風味。這應該是醬油，我們再來1顆試試。3醬比較好吃，對，3醬那個風味提升出來，醬油鹹甜的，內餡。豬肉跟韭菜各半，韭菜這切的還蠻粗的，很咬起來很有顆粒感。一定要沾醬油，你不沾是沒什麼味道的。這個蒸餃是屬於那種
皮薄餡多的那一種，因為它本身呢，如果你不沾醬就沒什麼味道，可是沾了醬就是提升風味，但是說味道其實也沒有到很重鹹呢。這個蒸餃我是覺得蠻一般的啦，那不過就是說它這樣子一籠8顆，它現在只剩6顆哦，我吃了2顆進去啦。好，反正就是呢。這個蒸餃一籠8顆，55塊，算便宜了啦。外面有些都要賣80、90塊，物價上漲。這邊55塊，很佛，好不好？但只是說，我覺得就是比較一般。對，跟它的味道，就是裡面的調味什麼，我覺得還可以再重鹹一點點。比如說加什麼薑啊、蒜啊，去提升它內餡的味道會比較好。那這家店的評論啊，這個也是有2000多。那這個量，我覺得一般女生這樣吃應該算OK 啦。我還有點一個酸辣湯，待會來喝喝看。不過現在再次品嘗一下它的蒸餃，真的味道一般般，但價錢便宜。那我沉思一下好嗎？在我沉思的時候，這個店內的客人可是爆滿啊。接下來喝喝看它的酸辣湯吧，因為評論上說它的酸辣湯很猛。看一下它的料。哦，料蠻多的呢，就是有木耳啊，有蛋，有豆腐，有肉條，還有筍絲、紅蘿蔔，還有蔥。湯的部分，勾勾哎，聞一下味道，就是酸辣湯的香氣，喝喝看吧。它酸辣湯還蠻不錯的，料很多，湯喝起來又酸又辣，辣居多，酸還好。辣跟酸的比例6比4，辣真的比較多。小朋友的話可能會比較不喜歡，因為它比較辣，還有加胡椒。豆腐也很大塊，豬肉大塊。這酸辣湯好喝。哦，這個 level 在我心中有排上前3名哦。我每次都說前3名，可是我每次都忘記我都吃哪一家的酸辣湯。我每次都這樣講，然後我都忘記。我只要覺得東西不錯，我就會說這個是前3名。但其實你要我說第1名是誰，我還真講不出來。好喝啦，這個，看我一直喝就知道，這個真的很好喝。哇，口味真的好重啊！哇，好辣，我覺得有點快噴火了。哎，或許我們剛剛應該嘗試着把那個蒸餃放進裡面，或許會更好吃。可是很可惜的是，那已經吃光光了，已經在我的肚子裡了。那我們下次再來嘗試看看好了。我推薦你們一定要來喝酸辣湯。這酸辣湯，搞不好可以排到這邊新港老街No.1哦。哇，好辣啊！好的，各位，說說我們吃完新港奉天宮周邊美食，連吃4間的感想吧。我覺得這個鴨肉羹好好吃哦，甜甜鹹鹹的，那個肉超讚，你們一定要來吃這一間。再來臭酸麵，那個臭酸麵，哇，聞起來雖然有一點臭酸臭澀，我覺得臭酸麵味道也蠻不錯的，非常的特別，這個你們一定要來吃。還有點臭酸麵，一定要點它的當阿米糕，它的當阿米糕也好好吃哦。对，因為我本身啊是一個還蠻挑嘴的人，所以我說好吃的東西通常都會很好吃。對，因為呢，我們也沒有接什麼業配，我們就自己花錢去吃的，對不對？那再來就是我們最後一間吃的那個蒸餃，蒸餃的話，我覺得它是被酸辣湯耽誤的蒸餃店嗎？我覺得它酸辣湯還比它的蒸餃還更有味道。不過它的酸辣湯非常的辣，我覺得要把它稱之為辣辣湯，酸比較少，辣比較多。不過它的酸辣湯非常的夠勁，蒸餃的部分就普通了一點。好的，以上就是我吃完新港奉天宮周邊美食的感想啦。那你們看過影片有什麼想法的話，下方留言區直接留言給我 ，OK， 我看到都會回復的哦。